由此看来，我们不仅需要对现任的美国反华政客实施制裁，更需要对在任的美国反华政客实施制裁才行。反正无论我们再怎么释放出改善中美关系的善意，但美国已经不为所动。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宣布制裁布林肯很有意义。美国政府的国务院相当于美国的外交部，按说每一个国家的外交部其最基本的职责应该是竭力与其他国家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化解各种纠纷与矛盾，推动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往来。但是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做法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不仅要设法激化中美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而且还设法挑起和制造中美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军事冲突。这还不算，收买、拉拢、施压以及裹挟其他国家一起对抗中国，似乎已经成为美国国务院的主要工作。左右一个国家部门行动的核心因素就是这个部门主观的思想认识与行动。而美国国务院连续2任国务卿都成了美国史上罕见的坚定的极端的反华者，简直到了穷凶极恶的程度。面对美国一些政客的极端反华行动，中国在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下台以后宣布了对他的制裁，这的确对蓬佩奥本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包括政治前途和经济损失。蓬佩奥当初极端反华有一个很大的政治动机，那就是想成为未来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但中国宣布制裁蓬佩奥，禁止中国公民和企业与其有关联的美国企业做生意之后，蓬佩奥失去了资金支持。而在美国，一旦失去了财团支持，别说竞选总统了，连竞选州议员都没有资金来源。蓬佩奥彻底哑火了，甚至连原先谈好的3000万美元年薪的企业高管岗位也泡汤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家智库作为研究员，拿着不足8万美元的年薪，用本国所谓的法律和行政命令对他国官员、公民和企业实施制裁。这是美国在霸权行径之下的一大发明，屡试不爽。而中国面对美国的种种制裁，也开始了实施反制裁，而且大多都是对等的反制裁。现在看来，美国在极端反华的道路上已经难以掉头，不仅没有刹车的意识，甚至还在猛踩油门，给足动力，拼命加速。而这些猛踩油门的人当中，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算是最卖力的人。作为负责美国外交的国务卿，布林肯的反华现在堪比去年的蓬佩奥。在中美矛盾越来越激化的情况下，布林肯不是灭火者，而是纵火者。据美国国务院官网1月3日一份最新声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与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和爱沙尼亚的9国外长、副外长通话，要求各方与立陶宛团结一致，进行挺台行动。就在上月的22日、29日，布林肯分别同欧盟外长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英法德3国外长通话，内容与上述通话大同小异。由此看来，我们不仅需要对现任的美国反华政客实施制裁，更需要对在任的美国反华政客实施制裁才行。反正无论我们再怎么释放出改善中美关系的善意，但美国已经不为所动，那就必须对那些破坏中美关系的反华政客实施制裁。我们需要紧紧抓住这一点。美国的大多数企业都与中国有着事关企业生死的生意合作关系，只要宣布禁止中国企业同那些布林肯有关联的企业做生意，那么布林肯就将失去美国财团的支持。这不仅是对反华政客们的惩罚，更是对他们以及其他政客在反华方面的震慑。这对于阻吓美国政客提出和操弄美国出台反华政策
应该有着重要作用。这也是一种杀鸡儆猴的手段。这样一来，布林肯乃至其他美国反华政客们一定会被刺激到歇斯底里的疯狂程度，这就会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把美国坑了。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下次再见。